姑苏蓝氏盛名在外，韩光君佳名已久，将神从神坛上拽下来，踩在脚底，评头论足，何乐而不为？能发掘与众不同之事，能指出他人的缺陷，能分析出一整套阴谋论，编出自己的故事，才更能彰显自己洞若观火，明察秋毫，理性客观。证明神也不过如此，证明神与阴险庸碌之辈无甚差别。这样的事让平庸者痛快，能贬损几句神，仿佛心理上得了胜，有了优越感，仿佛自己已经凌驾于神，比神成功，比神高贵。能看姑苏蓝氏的笑话，能戳穿韩光君的真面目，实在太令路人兴奋。这不过是一群秃鹫。蓝忘机道：兄长，仓促承诺代为赔偿，是我疏忽。蓝曦臣道：无妨，事急从权。忘机、无限区百户村民，我姑苏蓝氏并非代赔不起。对今日的姑苏蓝氏而言，的确不是什么大钱，但是这不应该。魏无羡道：我知蓝家有钱，可是一个人付出了善意，但是没有得到好的结果，不应该是这样。蓝曦臣突然问道：无羡，你有钱吗？魏无羡噎住了。蓝忘机急道：兄长。蓝曦臣平和道：忘机，无羡自己也能赚钱。无羡，你回去画符吧，夷陵老祖亲至镇宅符，想必预购者众。蓝忘机露出了不赞成的神色。蓝曦臣微笑，缓缓道：忘机、无羡，我闭关已久，许多事劳烦你们代为打理。现我已出关，此事便由我全权处理。忘机，你相信兄长便是。好。蓝忘机略一沉吟，再次强调：兄长，补偿协议手续未全，我便承诺代偿，此为我之过失，并且我从未想到先取得官府承诺赔偿之使者。补偿方案的踏本是魏应向张教头取得。魏无羡心头暖烫，如沐春阳。蓝曦臣笑道：我知，忘机你自小便无甚赢钱意识。魏无羡腹诽：与我一模一样。魏无羡不安分地伸出手，借着旗桌遮掩，手指在蓝忘机手心轻轻挠了几下。蓝忘机耳根微红，迅速握住他的手，不让他乱动。蓝曦臣观他神色，玩笑道：忘机，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搞小动作。魏无羡一惊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想抽回手，却被蓝忘机牢牢攥住，不得动弹。蓝忘机的耳根却更红了。蓝曦臣笑得更加明显：忘机，你可真是。魏无羡忙道：兄长，你别取笑他了。是，我可不敢，有你在这里护着他呢。魏无羡也笑，得意道：我护得可好了。莫名的安心。魏无羡方才那一点点连累了蓝忘机的忧虑，已被他抛诸脑后。无羡，我同你单独说说话吧。忘机，你先去三叔那边可好？前朝史书已经编撰过半，他有些疑虑，想先同你商议。好。蓝忘机轻轻捏了一下魏无羡的手，旋即松开了他，惹得蓝曦臣笑意更深。待蓝忘机离去，魏无羡直接道：兄长，我不愿代为赔偿。对即是对，错即是错。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了，自然不愿意赔偿。蓝曦臣只道：无羡，你陪我把这局棋下完吧，你别用你自己的棋路，先沿用忘机的棋风。这局棋忘机要如何解，我很感兴趣。好。蓝忘机要如何走棋，魏无羡大致猜想得到。魏无羡从容落下白子。蓝曦臣微笑：无羡，你说你不愿赔偿，你的想法是？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暴雨突降，那处本就已成悬河，村民不搬便可能遭遇危险。兄长，我不认为蓝战与我有错，为何要我蓝氏承担？下游居民众多，洪汛危急，再选择一次，我也还是要逼他们先搬。无羡认为我愿意姑苏蓝氏代偿吗？姑苏蓝氏若是代为赔偿，便是承认你与忘机有错在先了。魏无羡愣住，难道兄长并无此意？蓝曦臣笑道：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无羡说的极是，我亦认为当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魏无羡问道：那兄长为何？无羡，你可曾想过，不过几户村民而已，何以流言四起，甚嚣尘上？云梦境内将宗主本不会放任流言至此。魏无羡猜测：官府。
官府的确是想赖账，但踏本在此，知府连年春初下达搬迁令的事实也清晰，官府恐怕只想低调拖延，并不愿此事传播开去。人心最是不易控制，民众不逼我兰氏赔偿，而先议论官府赔偿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兄长的意思是？吴县，你很强。蓝曦臣缓缓道：世人皆传，夷陵老祖一人可抵千军万马，个人力量一骑绝尘，便容易被人防备。魏无羡默然，他也曾自认为强者，然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他再强，也没能保住他想保的人。或许他并没有自己曾以为的那么强，至少没强到可以对抗全世界，没强到可以防备住无处不在、无孔不入的恶意。蓝曦臣温和笑道：吴县，你强，姑苏蓝氏也不弱。你既是忘机道侣，便应适当依赖家族。与从前相比，你已经成长许多。你和忘机只管做你们想做的事情，我信你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姑苏蓝氏既允你进门，许你入府，便容得下你，也护得住你。不仅护得住过去的你，还护得住现在的你，未来的你。魏无羡赧然道：这次的确是我操之过急。忘机至纯，你至性，你们俩一同行事，相互照应。若是你俩都未能想出妥帖方案，便是事态本身太过紧急，不容多思。境况如此，无法事事周全，也是常理，你不必自责。我看忘机就没有太过自责。你们俩既认定了是对的事情，便放手去做吧。蓝曦臣微笑道：这番话我不是以你和忘机兄长的身份说的，而是以姑苏蓝氏一宗之主的身份说的。魏无羡心头巨震，起身敛袍，肃容下拜。是，宗主。蓝曦臣抬手扶他起来。无羡不必如此，你若是心有所感，便多为蓝家做点事情。你之前已经做过许多，既入我姑苏蓝氏，为蓝家绘制符箓，挣取家资，也未尝不可。你一身长才，不必掩藏，忘机亦有惊喜要送给你。魏无羡其实并不理解蓝曦臣为何要让他画符挣钱，但仍然道：好。又好奇问道：是什么惊喜？既是惊喜，便只能由忘机亲自告知于你。再过些时日，你便知道了。蓝曦臣同魏无羡把棋局走完。魏无羡果真一直沿用蓝忘机的棋路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最后勉强胜了蓝曦臣两子。蓝曦臣一路目送魏无羡离去，见他步履清洁，衣袖翩翩，灵动活泼，如游于飞鸟，心中甚是感佩。忘机现在很是幸福呢。窗外一株万华镜，一株无镜下，正值花期，开得妖娆绚烂，粉蓝绣球交织一处，粉如好春未尽，蓝如夏初幽梦。此花原非韩氏所有，是有一年得故人相赠，彼时只是两株幼苗，今已是丛丛林林，交相辉映，如梦似幻。蓝曦臣目光转向兰陵的方向，轻声叹道：阿瑶，这一次让我试试你的方法。姑苏蓝氏接受了伪善村的条件，要给予村民3倍赔偿。3倍？明明没有任何实证，姑苏蓝氏也从未表态，这个谣言却依然传播开来。村民们自己也不愿出面解释，万一姑苏蓝氏真是打算巨额赔偿呢？村民们讳莫如深，焦急而殷切地期待着。一时之间，众人议论纷纷。夷陵老祖入姑苏蓝氏多年，一直低调从简，甚少抛头露面。如今第一次大张旗鼓、广而告之的活动，做的却是小门小户的卖符生意，还卖的是最为寻常的镇宅符箓。子弹是为了钱，可他又何必急于挣钱？夷陵老祖会缺钱吗？魏无羡之前那些驱鬼纵尸、战场杀戮的暴行，对于寻常人家而言，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同传奇画本一般虚无缥缈，离他们的生活太过遥远。而钱才是每个人都日日打交道的宝贝物件，1倍赔偿已是许多家庭的数年积蓄，而3倍赔偿简直惹人眼红。凭什么在帮村民可以一夜暴富？嫉妒是最易传播的情绪。原本同情着村民，跟着村民们声讨夷陵老祖和韩光君恶行的舆论，
悄然转变了方向。之前未曾取信于人的赔偿协议，瞬间被奉为圭臬，传得沸沸扬扬。